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山脉的拍摄。我们选择在较远的距离俯拍远山，能够较大范围地将景物纳入镜头中，使它在画面中相连，形成连绵起伏之势。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广阔与壮美。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山丘的摄影。我们最常用的衬托景物有4种：人、山路、花草和建筑。这些也是山脉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发现的景物。我们只需要在取景构图的时候留意观察一下，在添加这些景物的时候要考虑到主次的关系，尽量不要让这些陪衬的景物过于突出，抢了山丘主体的镜头。这张照片拍摄者通过虚化前景来更好地突出山的高大与壮丽。在山脉的拍摄中，增加人作为陪衬景物，不但可以映衬出远近与大小的景物关系，而且还增加了令人寻味的意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是注重自然风光的表现，人物就要小一些，次要一些。我们在拍摄类似照片时，我们尽量使用小光圈进行拍摄，这样我们才能使人物以及周边的环境都非常的清晰。山中的小路也是重要的配景，一条弯曲的小路向远处延伸，小路就像是一条指引观看者的示意线，把观看者的视线一直延伸到画面的主体山峰上，让不高的山增加了高远的感觉。换一种环境对山脉进行拍摄，裂开的冰层以及远方的山脉让画面看上去非常的震撼，同时这些裂缝也起到了引导线的作用。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用长焦的镜头拉近拍摄山体的局部细节，这就是山体的局部之美。观看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山体的细节与质感，可以看到大自然赋予山体的特殊魅力。使用长焦镜头拍摄山体的局部，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它的细节层次，在蓝天的映衬下，画面更加整洁生动。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地势，以俯视角度拍摄连绵的山群，并将前景加入进来，使整个画面看起来视野很广，非常的有气势。如果再结合云雾和逆光的俯视拍摄，结合朦胧的雾气，可以得到层层叠叠的山峦效果。有的山体是三角形，水面的倒影也是倒三角形，这样就形成了对称式构图，给画面带来简洁大气之感。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拍摄实体的山，俯视拍摄也不一定要站在高处拍摄连绵的山脉。我们看到水里也有山，拍摄山脉的倒影，同样也可以获得新奇的画面效果。山脉的每个个体都为三角形，也就形成了多个三角形，而水面的加入形成了对称式构图，较好地体现了山体的稳重之美，同时又不失滂沱大气之势。下面这张照片也同样如此，给观众带来非常美的意境。对于山脉摄影而言，V 字形的构图指的是利用山体边缘的斜线以及山体之间的交错而形成的一种构图方式。除了实现视觉上的曲折变化外，也能够很好地突出山体的陡峭。我们可以发现这张照片，山体的边缘就形成了斜线结构，两只小船静静地停在水面上，形成了平静与富有变化的画面。山脉的摄影是风光摄影中重要的题材，要拍出美丽的山景照片，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天气。为了得到更好的拍摄效果，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天气环境，
再出行。第二是时间，大多数摄影师认为拍摄美丽山脉的最佳时间是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第三就是镜头，一般来说，在拍摄山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拍摄广角照片的镜头。第四就是滤镜了，在山脉的摄影中有3种滤镜可以派上用场，它们分别是绿色镜、UV 镜还有偏光镜。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